我前两天看纪录片，看着一个给老佛爷吃的菜，相传老人家晚年牙口不太好，吃不了肉，完还干着急。他吃不着肉，御厨也着急呀，就琢磨把肉给他塞到六豆芽里，于是就有了这一道银牙酿肉。但因为制作难度很大，所以选角也很严格。我们按照流传的标准，用4个多小时，在将近1万根豆芽里才勉强选出572根，然后要想招把这些豆芽掏空了，再往里塞肉。就这会儿，我一度怀疑过，这真是一道宫廷菜吗？这不纯变态吗？后来掏这500多根豆芽，算彻底给我们掏哭了，就跟张飞绣花似的，有劲儿根本使不出来，而且没有任何好办法，就只能用缝衣服的针一点一点顶出来。最崩溃的是，眼看就要顶穿了，结果在最后1/3的时候给顶漏了。问题这还是个大概率事件，我中间还试过针灸针，但是没等给豆芽扎穿呢，先给手指头扎穿了。这活干得太暴躁了，这也就家里是个露台，这要是个天台，明天早上吃晚饭都得少俩。我们干了7个小时，那500多根只穿成功了264根，然后就要往里塞肉了。但没寻思干这么慢呢，那肉在冰箱放都快2天了。好在搬家之后新换了个美的微晶501冰箱，它有一个微晶1周鲜抽屉，肉放在里边冷藏保鲜1周，还和鲜肉一样，拿出来不用解冻，直接就可以烹饪，就像给肉头等舱一样的保鲜体验。有了它以后再也不用吃冻肉了。然后我们人脉有限，实在是没有当过公公的朋友，就准备了3种肉，寻总有一种能跟老佛爷对上。但是这一步比上一步还变态，往里塞火腿，差点没给我眼珠塞瞎了。肉泥可以用针线或者注射器，但是依然有被捅破的风险。到最后那1万根豆芽就穿成功了76根，做了20个小时，痔疮都快犯了，结果就整出3个1来，1天1宿就干出1口，我吐了我。至于口味吧，我只能说它不愧是一道宫廷菜，我等凡人根本尝不出其中的美味。简单来说就是没味，就感觉干了20多个小时，完全干了个寂寞。这一宿干的可太窝囊了，全程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好像没给我们憋死。看来文熬确实不太适合我们，以后还得是我熬。今天给我奶在家烙饼，本来就昨天吃，但这2天串门串得太勤了，太影响吃剩饭的效率了。今天早上刚把初一的吃完，吃春饼吧，我奶就那么几个菜，京酱肉丝、炒土豆丝和嫩炒蛋。但是我奶说了，过年期间必须顿顿有肘子，我又卤个大肘子。但卷饼吧，我就切的片，这等会蘸甜面酱一卷，又绝了。完，我们同学在家陪老丈人喝酒呢，听说我炖肘子了，他老丈人说别喝了，就求点肘子汤回来看看啊。这小子说刚喝了1杯，一口饭没吃，穿着睡衣让他老丈人给撵出来了。姑奶做了一锅鲜虾萝卜汤，给我姑炸点淀粉肠和大果子，那给我姑乐的，我感觉除了抱孙子就没有这么高兴的事儿。反正就这么几个菜，怕饼凉了硬了，就赶紧打包走了。完刚进屋，我奶说我弟这胡子也太邋遢了，让我姑给他买剃须刀，吉列的蜡笔盒，这刀头5层刀片，属于豪配了。还有这个磁力底座，妈整多酷啊！把男生刮胡子，咱说还是手动刮的干净。这一下子我弟起码年轻10岁，而且这个礼盒款不仅送人实用有分量，还能定制刻字呢。我姑答应我了，等我长胡那天给我也来一套。来吧，小样了，香辣虾汤、炸肠、大果、嫩蛋、吐司、肘花、茄丝、精肉，正好立春吃春饼凑热闹。再一个也穿乎穿乎，这2天吃的太顶了。但是我奶呀，一边说我弟刮胡精神，一边闷头往自己盘里夹肉。我发现我们虽然吃的东西差不多，但我们家人今天吃出来3个类别。我们就是涮点甜面酱的正常春饼，等我奶呢吃的就是熏肉大饼，我姑吃的就属于是一个杂交产品啊，春饼果子。我最近发现个商机，那超市动辄几十上百一瓶的椰子油，居然在家用老椰就能做。老椰子多便宜啊，200块钱能买30个。今天要把这事儿整明白了，那下半辈不掏上了吗？但是老椰子椰汁不太好喝，完还不舍得扔，就先把水取下来留着看看玩意儿能干啥，然后找个不讨厌的地方把椰子壳摔了。后来取椰子肉可遭了大罪了，这点活从天亮干到天黑，一个整块的都取不出来，就感觉别人买的老椰子都是来报恩的，我买的都是来讨债的。问题这才第2步啊，我们就已经快缺氧了。我当时满脑就想起一句话，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。后来给石磨端上来，我们一下又兴奋了。该说不说的，驴还是有使命感，就看着石磨，我的 DNA 就动了。我的目标是石磨传3代，人走磨还在。然后我们就这么一圈一圈磨呀，但是下的非常慢。后来大概是半夜1点半吧，有个网友说这油凝固的比较快，你们拿热水试试。我们半信半疑的试了一下，发现真的通畅了很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头前磨了5个小时，全磨错了。
得亏当时直播了呀，我决定配个手机，以后专门直播用。再转着买了个二手的苹果11，我新的4000多呢，完才花1800，用着跟新的似的，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浅试了一下，玩游戏不卡，耗电也不快，他们还能提供验机报告，而且免费保修1年。有想换手机的，推荐你们去转转看看。然后椰肉呢，一共是磨出这么些汁儿，先磨出来的已经凝结出很多油了。我一看就这个成色，过了这一宿我不是发了吗？还筛出2份椰肉，但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点玩意儿了。等天亮找裁缝，给我买风筝枕头送去。然后按教程说，这玩意就这么一直熬，血熬干了就出油了。我就老老实实站着熬啊，这一大锅熬了4、5个小时之后，水是熬没了，但油也没出来呀，这不熬出一锅浆糊吗？但我没死心，我又熬了1个小时，这浆糊里也熬出油来了。问题这油一股糊巴味儿，我们唯一得到那点椰油，居然是最开始撇出来的那点沫。也就是说，30个椰子，4个大小伙子，24小时就熬出来1碗底椰子油，而且最后居然熬了6个小时水。那我算完这账，这几个老嫂当场乳腺增生了，哥们儿。我现在呀，天天给我奶琢磨吃啥都愁得我。本来说想吃红烧肉和2两鸡腿包，但我奶天天吃这玩意儿也没啥新鲜的。后来我临时决定给他俩灵魂互换一下，于是就有了一锅塞满了红烧肉的大包子和2个本不该完整的2两大鸡腿。这包子我奶吃可高兴了，就掐我一大腿。说心里话，他也该高兴。要不是我炖肉的时候瞎琢磨，那谁家好人包能放这么大块肉啊？正好新我奶买个锅，今天开完锅给拿去。他要原来那锅涂层都快脱没了，完看一圈就相中这个了。完这2天哈尔滨又下雪了，早市也去不了了。给我奶做了一锅椰蓉奶香包，留着早上吃，还做了蒜蓉卤蚕蛹，我奶一顿吃了半盘。完今天市场那个卖肉大姐临走居然送了我一个肘子，她说我算了，你奶已经半个月没吃肘子了，快拿回去吧，别让老人家心寒呐。但该说不说的，给我奶新买这个苏本有肽无涂层不粘炒锅真挺好，炖个红烧肉煎个鱼都挺好使还不粘。它这个锅吧有钛合金抗粘材料，时间长了越用越不粘，像钢叉钢球啥的你就放心用吧，它没涂层，所以也不怕涂层脱落呀。我寻家里换口新锅，不如一步到位换个好的。但我奶这锅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开锅之后我又拿肘子汤润了一遍。来吧，香香了，黑裤、尖刀、红包、奥土耳、牛螺、糖枣、糖醋蛋、蒜蛹、椰包。本来还给我奶炖豆角，这事情来的太突然了，只能是跟奶吃点肉对付对付了。这回妥了，随了我奶愿了，这真是每天睁眼睛只能吃肉了。我最近对磨面粉这事儿特别感兴趣，正好我弟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荞麦面，所以我买了60斤荞麦，打算做点粗粮。于是在一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日子里，驴儿们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盘。不过磨这玩意儿还挺上头，跟个圆规似的，给地板都画出来了。但是这个石碾子和石磨还不一样，它转多了迷糊。为了不吐到磨盘上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是发现戴上眼罩更迷糊。就我怀疑驴其实也迷糊，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门外语的亏，所以他有苦说不出。真的就这么说吧，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，后来给狗都转吐个嘚儿的了。然后过一遍筛就可以得到荞麦面粉了，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磨的粉并不白。不过比面粉更珍贵的是这些荞麦皮，就是为了多攒点荞麦皮才买的60斤荞麦。我打算缝出一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荞麦皮枕，所以我又花了150块钱买了个缝纫机，据说当年它的始发价格就是这些。然后我们用了5个小时才学会如何组装呢，后来师傅实在熬不动了，说你们赶紧出师吧，结果我们当场被劫了。距离我们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长在掌心上的枕头就差了2公分。这一下给我们吓饿了，就搞了2袋阿宽的红油面皮儿，都是现成的，吃着也方便。但我一打开，发现它怎么翘黑，有点臭呢。完，我弟说这是新出的酸笋味儿，翘黑是因为它是荞麦面。不过这酸笋味儿还挺正，这酸臭酸臭的，纯螺丝面皮了。还有烧烤味儿也不错，而且免煮方便，5分钟整一袋，比吃方便面爽。然后吃饱了，干活有劲儿了。我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大的天赋，大概用了10分钟，我就可以熟练的把这个缝纫机踩冒烟了。这枕头看着多板正，一点毛病没有。重点是配色，我们选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审美。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，Two Hands Rose Style。然后又简单和了和面，历时20个小时，我们这饸饹面终于压上。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吃一碗荞麦面了，我必须得吃海鲜面，还得挑贵的吃，我都恨不得拉饥荒吃。这一宿过得太魔幻了，这驴和老嫂之间疯狂切换呢。我原来最常做的梦就是踩空楼梯，这回可倒好，我连梦了3天踩缝纫机，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直转筋。你说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？